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是：断联中的他还有想着你吗？以及他有没有偷偷的喜欢你呢？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是教皇牌，中间第2组是隐者牌，右边第3组是恶魔牌。静下心来，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先按暂停。那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解牌咯。首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教皇牌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得到，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在自己非常有自信的时候，他会很喜欢的打扮他自己，并且在和别人分享他的想法的时候，也会有总是让人感觉他自己是讲的头头是道的，又或者是他在和别人说话谈话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散发出他自己的魅力。那这个人呢，他也非常的在乎他自己的外表，以及呢别人对他自己本身的外表上的一个评价，因为他会还蛮喜欢去打扮他自己。不过这个人有时候他会特别在某一些地方会有比较固执的那一面，尤其是他自己非常相信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非常相信他自己可能想要去做的事，那他就会一直想要坚持在这个领域之中，或者是会坚持在自己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并不会想要去改变他自己，或者是说当有人去嘲笑他，或者当有人去指责他，或者是当有人劝他做放弃的时候，如果说他觉得在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未来的，又或者是他觉得是能够带给他所想要的效益啊，或者是结果的话，那么他一样会想要继续的坚持在这个的选项里面，这个选择里。所以等同于说，当这个人他在面对于爱情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去在乎跟注重他自己的感受跟感觉还有想法。因为当一段关系或者是说在这个恋情里面的话，他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去在意别人可能对于说他的选择，或者是他的另外一半的选择这些的条件，但是呢，如果说他的另外一半或者说他喜欢的那个人是能够完全符合到他在对于说感情中的期待，或者是他在对于爱情中的要求的这些等等的条件都是能够符合的话，那么他还是会去愿意勇敢去爱这个人，或者是会愿意勇敢去选择他所想要选择的对象。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也并不会害怕孤单，但是他内心之中是非常渴望一段稳定的关系，或是稳定的感情。其实这个人他在以前的时候，在对待感情的部分，会比较偏向于说选择是外表很好的人，但在随着时间久了，或者说在随着他自己的爱情中的历练越来越多了之后，其实他渐渐发现到，外表虽然很重要，但是内在还有相处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以前还蛮常谈那种，就是说两个人之间距离越远，或者是说比较少见面的感情是比较能够维持的比较久，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谈远距离，或者说比较不喜欢见到对方，并不是，而是因为他的爱情的感情路里面，其实一直都很颠簸，或者是都没有那么的顺遂。每当感情他可能想要更进一步，或者是他觉得这段关系是有机会的话，但容易呢，就是会因为一些的外来因素，或者是会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于说让他不得不去让这段关系暂时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没有办法见到面。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自己的本身的背景是蛮容易离家乡工作，或者是也会蛮容易谈远距离的恋爱。就算一开始会是两个人是在同个生活圈，但时间久了之后，两人之间反而会比较少能够见得到面。那这个人其实他在对爱情真的会蛮容易有死脑筋的
情况，所以如果说是能够被这个人给认定的话，虽然一开始会很辛苦，会觉得这个人他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好相处，或者说在对于爱情好像容易会让感觉他是有一点天马行空的想法，但随着时间久了，或者是认识他越来越久之后，其实会发现到或者说会感受得到，他内心之中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柔软的那一面，其实也是需要被别人给照顾，或是也需要被别人给呵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个人他在对待感情部分的话，他自己本身呢会比较就是洋洋会认为他其实会真的比较就这种含蓄的方式，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大胆，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像跟他相处认识越来越久，反而会发现到他在对待感情或是表达部分会比较含蓄，或者是有时候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有一点手忙脚乱或者是惊慌失措。那只是在特别针对说他是有在乎这个人，他会害怕这个人会离开他，但如果说他在对待对方就只是一个玩咖，或者是他就跟对方只想当成一个一夜情的对象，或者是只是当跑友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有那种含蓄或者是害羞的表达的状况。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之后的讯息。接下来我们看到，其实对方他在平常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本身会让他自己表现出对于你们是不在乎，或者是他会把自己生活打理得非常的好。其实在他身边的话，一直以来都有人对他释出好感，或者是其实都有人想要去接近他，或是都有人呢想要能够去就是想要去追求他的这样的情况。因为他自己也前面有提到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会打扮的人，所以他也会很注重他自己在别人眼前的魅力。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也会是还蛮享受他被别人给追求的，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其实他这个人的内心之中是非常的孤寂，或者是他其实内心里面呢，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空洞，或者是会自己会觉得蛮孤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可以知道说，在过往的时候，其实你们给予这个人蛮大的一些的帮助，或者是你们有带给对方有蛮多的好感，甚至他会认为说，跟你相处在一起的话，他会感觉到是能够比较放松一点的，甚至有可能是说你们是比较有疗愈到他内心之中那个比较柔软，或者是比较需要被呵护的那一面。所以其实这个人当他在夜深人静，或者是说当他一个人很无聊很孤寂的时候，他其实会想到你们。甚至呢，当他这个人在对生活希望可以有所改变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会想到你们，因为你们曾经你们的一些的条件，或者说你们的个性是能够让他感觉到他想要再更向前迈进，或者是说他想要再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不一样。其实他在对待于感情的话，他经常呢容易会就像前面有提到说，他在过往其实在对待感情就是比较会在乎对方的外表，那直到现在他才会发现到说在对待感情的话，他会希望可以找一个内在跟外表是相符的人。也是因为当他们在遇到了你之后，其实会慢慢的因为你们去改变了他在对待于感情中的想法，或者是说在对于感情有不一样的观点。所以因此呢，他现在虽然会享受别人所对于他的追求，或者是说称赞他的外表，但是他还是会很希望说是能够遇到一个，或者说像你一样能够真心待他，或者是说会想要去照顾到他的人。那因为你们内心之中，或者说你们曾经所对于他的温柔，或者说曾经所对于他的照顾，因为他都一直埋藏在心里，所以他经常会缅怀，或者是他经常会想起来你们曾经所呵护他的，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单独相处的时候所在一起的那个点点滴滴，两个人之间相互一起说说笑笑，或者是说一起喝下午茶，一起吃甜点，一起吃餐点，就两人之间单独的这个时光里面，其实你们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光所拍下的任何照片啊，或者说任何的东西，他都只有保留的非常的好，他不时之间还是会拿出来看，或者说拿出来把玩，或者说会去看这些东西，会去想到你们。所以其实你们的任何的东西，或者说你们之间相处的许多的回忆的话，
都只有在他内心里面，他都一直有想要去好好的珍惜照顾他们这一些。不过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当他会对他来说，如果说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或者是说与自己现在无关的东西，他就也不会想要去过度的争取，或者说不会想要去想要努力看看去做这个改变，他反而会比较是以现在当下他所拥有的事情为主，或是说珍惜现在他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他对于说已经过去的东西，或者是说已经是没有那么在自己身边，比较没办法那么常碰到的话，他就不会去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这个部分上面。所以当然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有一点让人觉得太过于现实面的，比较偏理性的这个情况。但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人当他在对待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或许还是会有更多的讯息可以告诉你们。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再以对方来说的话，其实你在他心中依然是有一席之地，或者是说其实会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位置。其实在对方来看的话，你们曾经的付出是他有能够真正的感受得到，甚至呢他也会认为或许你们俩之间是有机会可以发展的更久远，或者是说是有机会可以成为结婚啊，或者说可以交往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其实他原本在对待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他确实有这么想，他有尝试着要努力看看。不过呢，或许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就是对方他在过往的时候可能是有其他的对象，或者说本来就是有脚踏多条船，或者是在众人之中想要选择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这是一个少部分的讯息。另外一个部分讯息就是你们想的这个人，他原本可能在对待工作的话，他是比较在乎的，所以他也会希望说这个工作是能够受到对方的帮助，或者是说能够受到对方的支持，或者是能够愿意去接受他之前的那个身份在。所以呢，在以你们现在这个关系的状态来看的话，其实你们都依然是有在对方的心里面，或者是其实对方他确实还是有喜欢着你们。其实在对于说要不要离开，或者说是不是要去放下你们的这段关系，他自己本身也是相当的挣扎。不过呢，如果说对方现在身边是真的有其他的对象，无论是交往、结婚，或者是有论及婚嫁的，或者是有暧昧对象的，或者是有跟他相处还不错的人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把他的心思比较放在那个人身上。但也并没有说他不喜欢你，他依然是喜欢着你，但是可能在对于当真的要去做决定感情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是他的首选了。除非是他现在原本比较就是他现在的稳定的关系，如果说是真的有分开，或者是后续呢是真的有就是两人之间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常联系啊，或者是跟你一样的状况的时候，那刚好你们又递不上他的那个位置的话，那么就确实会很有这个机会。因为其实在关系里面，对方曾经他要试着想办法要去离开对于你的依赖，或者是说在对于你的好感，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他在孤单寂寞一个人的时候会去想起你们，那当然就是在对于你们的依赖感其实是非常的高的，你们曾经的付出，你们曾经的温柔，都是有在他心中那个最重要最柔软的那一个部分。所以因此呢，对方他当然在目前状况来看的话，虽然你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样的互动，或者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交集，但是他还是依然很在乎着你们，还是还蛮喜欢你们的。只是因为现在他是真的会，第一个就是很注重他的工作，如果说你确定他的工作都只是很平稳啊很平顺的话，那么就表示呢，现在目前他身边确实有一个比较在乎的人，比较在乎的对象，所以呢他就会想要把他的时间或者说他的精神精力会比较放在那个人身上，但是在他心中确实是还是有蛮喜欢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当你们这段关系其实分离或者是分开，或是两之间比较没有交集的那个时候，或者是你们之间真的断联的时候，其实对方他是真的蛮难过，或者是其他心中会有就是有那种莫名的空虚感，就是会非常的孤寂跟落寞。后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也自己很挣扎是不是真的要决定离开，但我前提到说他一直不断的练习，但是还是会没有办法，是后续呢他真的遇到了一个可以让他转移注意力的事情，无论是新的对象还是他的工作的情况，就是让他能够
比较不同，或者是让他比较能够去重新面对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对待于爱情的时候会是需要谈，他可能会想要谈应该说他需要谈恋爱，但是他并不一定要跟自己所最爱的人那个人在一起，就说他不能没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来去往下看，就是那在你们断联的这一段的期间的话，其实对方他都一直来都是有在偷偷观察你们，他可能有找各种的方式想要去知道说你们目前的境况，或者是你们目前生活过得好不好，如果是你们现在是不是有为了他感觉到很难过，其实对方他本来也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他想要去让他自己愿意去放下脸面，然后来去找你们，或者说来主动跟你们恢复联系。那如果有的话，后来又断联，就表示你们可能没有 get 到他的那个点。那如果说还没有的人的话，你们可能最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对方其实他都一直有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其实他也会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是可以有一个调整的机会，或者是两个之间是可以坐下来和平谈话这个机会。因为其实对方他一直来都除了有偷偷的默默的在观察你之外呢，他也其实有在计划着，希望说让我们这段关系是可以和好如初。那当然能不能恢复所谓感情上的那个热度，或者是说能够复合的话，这个在以牌面上来看，洋洋会认为呢，他应该是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想那么多。他现在的第一步就是只有让我们俩之间可以恢复联系跟恢复热度。那但在关系上的恢复的话，其实这个是会比较困难的。但是因为呢，他自己本身也知道，在曾经跟过往的时候，可能对待于你们是比较疏忽，或者是说对你们讲出的话是比较伤害到你们的。那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有时候又会太过于固执，或者是说就是表现的太过于那种执拗，所以呢，他就反而会有点拉不下脸面。其实他更多有时候会希望说他把他自己塑造好啊，或者是说把他自己打理好顾好，或许你们就会主动来找他。所以呢，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他一直都会想说你们俩之间应该很快就会恢复联系了，或许就是你会主动去找他。但殊不知等的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反而就是他等不到你来主动去找他这个部分，然后他才会想说他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比如说主动去找你，或者是说再继续的逼你来主动找他。因为在你们关系之中的话，其实在过往的时候比较多是来自于他是一个主导者，或者是说他会想要去控制你们这个关系的进度，或者是说他能够清楚知道你在对待于感情这个模式跟方式，所以呢他就会想要去控制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想要去控制你们。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就是也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对于感情上面是想要做主导权的状态，而是因为你们之前可能在感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会百依百顺，或者是说是可以顺着他的。那其实只是因为你们是爱他，所以才要去顺着他，想要去多照顾他。但是他却会认为你们在对待于感情的话，有时候太过于会比较懦弱一点，或者是说会太顺着他。其实他并不是想要这样的关系，他希望说两个之间是平等的，可以适当的表现出自己的需求，或者说适当表现出自己的脾气。他希望说两个之间是有互动的，在交往上面是有一个热度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就是对方他每次观察到，或者说知道你现在过得还不错，或者说你有时候出去玩过得很开心，其实他有时候心中也是会蛮郁卒的，或者是其实会有点不开心的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会很希望说你可以因为失去他，然后就可能心中比较难过啊，或者说可以为了他再稍微难过一些。所以他这人其实有时候在对待于说你们这段关系，多少还是会有一种比较自私心态的那一面，但是他并不会明显的表达出来，也不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他会希望说你看到他，就是你们俩之间有时候会有点像是在叠对叠的这样的状况。那等到对方可能真的受不了了，其实他就会真的来主动找你们，或者说会主动的按你们的赞，或者是会在你们的讯息底下会稍微留个言，或者说哪一天你们生日的时候，他就会
默默的送礼物给你，例如说像是一些的券，比如说美食券啊，或者是说咖啡券啊等等之类。其实这个人之后他想要找你复合，或者说想要去跟你道歉，或者是想要跟你恢复联系的时候，他会用一种比较稍微有技巧性的主动的来去找你们，比如说会送你们一些的东西这样子，或者是去寒暄你们目前的近况。好的，那这些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那可以联系洋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赢者牌的朋友，那么在牌面上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牌面上感觉得到，你心中所想那个人有可能他是在属于火象星座的人比较多，他的太阳或者是他的月亮，例如说像是狮子、射手、牡羊。那有少部分的话，有可能对方也会是天蝎，或者是还有天秤以及巨蟹，大概会有这几个星座的可能性。那再就是这个人其实他在外表所带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还蛮外向的，或者是蛮喜欢跟人互动，或者是很喜欢跟人有来往接触。这个人呢，他通常是比较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吃饭，或是比较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他比较会希望说有人可以陪伴他，或者是说有的人可以陪他去什么地方走一走啊，说说笑笑。那有时候其实这个人他在个性上面的话，他通常比较不愿意认输，他会比较会在意别人所对于他的看法，所以他会在某一些的部分的话会特别的固执，会希望说可以以他自己的方式可以达到他自己所想要的成就，或者是可以达到他自己所想要的这些的方向。因为呢，这个人他在对待他自己的情况下的话，他其实自信心或者是他的好胜心是真的比较强的，那他也不希望被别人给看清他的内心中真正的想法，或者是看清，或者是就是说去看到他心里面的一些的事情的事物，因为他在外表跟他的内在其实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人可能会比较心直口快，或者是会比较是大剌剌的这个情况，但实际他的内心之中是有一种不服输的心，或者是不想要被别人给看透，或者说被别人给看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跟感觉。那么这个人呢，他也蛮常会自夸自擂，还有在一个团体之中也蛮容易会受到他人的注视，又或者是会容易去吸引到别人会主动找他攀谈，或是会主动找他聊天的这样的性格跟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当他自己本身也不太会有怕生的这个情况，虽然他可能会跟别人讲说我很怕生，或者是我不喜欢跟陌生人接触，但是如果说真的把他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话，他很容易呢是可以交到新朋友，或者说很容易会有人对他释出好感，很容易呢会有人会想要去接近他，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会散发出一种容易人家可以去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气场，或者是一个比较亲近的这个情况。只是有时候这个人他在跟人相处比较不会那么的圆融，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人有时候会多少会有感觉到比较难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的，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来去往下看的话，就是其实在虽然这个人的个性呢，他本身是真的让你感觉到，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难搞的，或者是比较难去可以踏入到他内心世界的，或者是在相处的时候会有隔一道墙。可是因为你们曾经所对他的付出，或者是你们曾经对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他都有感受得到。所以因此呢，其实这个人他在他自己一个人比较孤单寂寞，或是感觉到比较空虚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想起你们。但是这个选到这一组的人跟第一组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第二组的人对他来说，你们比较像是他的信仰。
这个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就是当他感觉到真的很痛苦、很难过，或者是需要有人来安慰他、关心他的时候，他会去想到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或者是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其实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你们他会觉得更像在也是很舒服的，或是你们曾经所为他做的一切，他都是有感受得到的。所以因此呢，这个人他会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甚至呢，洋洋会认为说，他心中是还蛮常会去缅怀你们曾经所向往的过往，或者说你们曾经相处的情况。不知道说选到这一组人的你们，是不是因为某一些的不可抗拒的因素，两人只好分开分离？例如说像是同性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第三者的角色，或者是对方可能去了比较遥远的国家，或是你去了比较遥远的地方，然后这件事远距离导致于说是没有办法继续这段关系，又或者是可能受到家人啊，或者说身边亲朋好友的驳绝或者是否定，导致这段关系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的向前迈进。那其实对方他都是有在默默的想着你们，或者是说他们都很期待是可以得到你们的一些的音讯跟讯息。你们曾经所带给予他的温柔，或是你们带给予他的这些照顾的话，他是会继续的去传承下去，他也继续把这些爱散播给身边其他的人。对他来说，虽然曾经的他是让人，或者是现在他外表让人感觉很难亲近，或者说应该说很容易让人亲近了，但是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让人比较不喜欢，或者说比较不舒服的那一面，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去让别人不敢去靠近他的这样状况。但是呢，当他可能碰到弱小的动物，或者就需要有人被帮助，或是说他会的东西但别人不会，那对方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的话，那么他就会愿意去教导别人，或者说把这一份一个正面的能量继续散播给其他的人。所以呢，其实你们带给予他是一个蛮大的改变，因为他本来在对待身边的人并没有办法到那么的信任，甚至会有筑一道墙。但是呢，在遇见了你之后，他反而会去思考说，如果是你的角度，你会怎么做？会常常站在你的角度、你的身份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就算说你们俩之间是一个分离的状况，但是他还是会时时刻刻感觉到，其实你都是有在他身边的。那最尤其是当在夜晚的时候，他可能睡不着觉啊，或者说他可能读到了某一本书、某一句话，或者是听到了某件事，如果是跟你们过往的回忆是有相关的话，他也是会继续想起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会想起你们曾经过往的一个相处的模式跟方式。所以呢，以他来看的话，他确实有时候是还蛮期待说，两之间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再碰到面，或者是还可以有机会再聊天，又或者是说是不是有可能两之间还是会有一个互动情况，因为现在他还是会时常会等着，或者说会期待着你们是能够传讯息给他，或者是你们是可以主动的找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他心中真的是会有蛮多的话想要对你们讲，然后对你们说，但是他可能会不敢讲出来，他就可能会用写的把它写下来，或者是写在一篇文章里面，或者说会写日记，或者是会发部落格发贴文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还有很特别，就是这个人他有时候也会去想到，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没有分开的，也没有断联的话，那你们现在生活会是如何，又或者是你们未来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人其实他现在心里面的话，还是会想要去继续关心着你们这段关系，又或者是他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回忆。那最尤其是如果说你们之前是有户外的活动啊，或者你们可能一起曾经去哪一些地方让他觉得是特别快乐的话，他也会去经常想起你们曾经这些比较微小或者是点点滴滴的这些的事情，又或者是你们曾经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是有开导他，或是你们是有陪伴他一起去度过这些难关的话，他也会去想起你们这些的好。所以你们曾经所做出的努力都是真的让他感受得到，他是有受到你们的照顾，或者是你们是能够去抚平或者去安抚到他内心之中那个比较柔软的那一面。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之后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就是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就是对他来看，对他来说，你们已经是变成他一个所谓信仰的感觉，或是他会去站在你们角度去思考你们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呢，你们的付出，或者说你们曾经所带给予他的这些的感觉，是反而让他从个比较弱小的人，反而变得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强大。对于对方来看，对洋洋来说，其实他真正对你的感觉，与其说是喜欢，更多是来自于像是尊敬，或者是说像敬仰的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更多洋洋会认为说，看起来像是以他来看，你们关心你，他对你的感觉是有一种层次感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对于其实他真正最内心最底层的话，他觉得他是比较敬仰你，但是在表层的话，他是会对你有一种好感，或者是会有一些在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如果说两人之间就是随着相处啊，或者说断联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后面又会开始变，是他好像觉得他是有一点喜欢上你，又或是会想要去多更加的了解到你，想要去了解你这个人，或者说想要去摸清楚，去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他在对他自己的这种感觉，他是属于比较复杂的，比较混乱的，他还是没有办法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其实你们所带给予他的感受，或者说你们曾经所付出的这一切，都是有潜移默化到他的内心之中。所以其实一刚开始他可能在对于你们有一种好感的时候，他会反而比较像是会告诉他自己说，我想太多，我应该没有，我不喜欢你，或是他会找去各种的理由让他自己觉得其实他只是把你们当成好朋友的这个情况。但是在你们之前相处的时候，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密集，或者说两人之间互动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他也会开始觉得好像其实有那种喜欢的感觉，也是慢慢的去堆积的。所以对他来看，他反而会认为说一个关系的进展啊，或者是说关系的迈进，他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理清楚他自己的感觉，所以他还蛮常会去欺骗他自己，或者说会找去各种理由去说服他自己。那到后期的话，他开始会去告诉他自己说，到底从你身上可以得到什么，或者说你能够为他做什么，就开始会比较像是一个现实面的，或者是会比较会去思考说一段关系到底可以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跟感觉。那其实也并不是说关系里面他就一定是会这么的理智，或者是会这样对待你们。其实因为是属于在一个断联的情况之下，或者说我们现在是属于分开的，所以呢他反而会用种真的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思考，但他也是会有那种感性的一面。因为如果说对他来看，你们俩之间是真的能够顺利在一起的话，或者是能够两人之间都是有相互的沟通，彼此之间可能内心里面可能对于对方啊，彼此之间可能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都能够慢慢的去改善，去敞开心房的话，其实他是会还蛮希望说可以跟你们有一个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又或者是说会想要跟你们之间步入婚姻啊，或者是说走更长远的感情的这条路。只是因为他这个人在对待于你们的这段关系，他比较没有办法去表达出他有多在乎，或者是他也没办法去摸清楚摸透他自己的内心中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比较断联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反而能够让他自己去重新的思考，或是说重新的去感受一下他内心之中到底对他来讲的话，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存在。接下来就是透过牌面上讯息的话，如果说你们曾经是有交往过，后面分手，然后导致于可能断联的话，也是因为对他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习惯，或者是说在对待于感情的模式跟方式，两之间是没有共鸣的，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共同想法，两之间是没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因而让他会想要去决定放弃掉你们的这段关系，或也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们，而是他会去认清到，可能一段关系里面是两之间是没有一个共同想法，或者说没有共鸣的话，是很难可以继续的往下走。他也会不想再去欺骗
他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人当他在面对一段感情，后面可能两个之间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出现。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很甜蜜，然后可以比较感性一点，但随着时间越久之后，那个理性的层面就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出现了。好，那去往下看，就是在你们这样子的分开的这一段期间的话，那么洋洋会认为说一开始他应该是会想要去偷偷观察你们，或者说他有时候会去刻意的去想要去打听到你们的这个事情，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他开始会就前面提到的会去沉淀他自己内心中的感觉跟想法，所以呢他开始渐渐的就不会去观察你们，或者说开始就不会去想要知道说关于你们的事情，他反而会把很多的事情的重心放在他自己身上，去过好他自己应该要过的生活。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到一开始他真的有去观察你们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他内心之中他还是会很在乎你们，或者是说他一开始他可能有讲出一些比较狠心的话，或是真的是由他自己去决定断掉这段关系，但其实他心中还是蛮常会有一种很后悔或者是很悔恨的这个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就会不自觉想要去多了解多知道你们的事情。那刚好如果说你们的状态或者说你们的动态，就是像那种社群软体的动态是没有发更多的讯息，或者说都只发自己有多好的话，那么他开始会渐渐感觉到心灰意冷，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反而没有，就是他没有你没有他，是不是对他来讲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那他可能会告诉他自己说，那或许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决定，就开始会慢慢去抽离他在对说这段感情的这个想法。那如果说一开始你们是属于贴文那种比较负面的，或者是有那种很伤心很难过的话，其实他反而会去有点想要，就是他可能会有点心软，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他曾经对你的态度也没有到那么好，那他是不是想着说要去挽回你们的这段关系，他反而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会有那种比如想要去照顾人的心态，或者说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多做什么，就算两人之间是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但是或许可以当好朋友，这是他在对说你们想要。但如果说你们是属于谩骂的辱骂的，那么他就会觉得这段关系果然曾经是错付了，或者是本来就是两人之间是真的不适合，他反而就会决定要狠下心来去结束掉你们这段关系。所以要看说你们当初可能在表态这个部分的话是属于哪一种，那这样的一个他的心情的转变就会比较不一样。那再就是当关系渐渐开始那个疏远到比较中期的时候，那在对他来说，他反而会去调整他自己生活上的步调，或去让他自己去找更多的新鲜感，或者是说去让他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他就不会去停留在原地。因为其实他这个人当他在对待感情的时候，或者说对待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会希望说他自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向前迈进的，比较不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他会伤心难过，但是不会待太久，他会很快的去转换他自己的心情，或者是他就去找朋友聊天，或是会去酒吧，或者是会比如说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会去让他自己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或者是会去回归原本到他在没有你的时候他的一些习惯，或者是说他的生活的方式。因为这个人他在对待感情的话，他就是会就是蛮容易可以去做抽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结束就是结束了。那如果说原本是属于和平共处的话，其实他会觉得双方这件事可以继续当好朋友。那这个人他在对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会认为也会认为说他应该是比较不会再回头了，这种回头几率应该是属于比较小的。那当然也不能去完全笃定说就是每个人就一定都会这样子，但是也会认为这个几率是蛮大，就是说对方他会比较倾向于说他走他自己未来人生更新的道路。他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决定要去结束掉这段关系的话，就是真的结束，就是也不会想要去做更多。那当然其实还是会有机会对方会就是
主动对你们寒暄，或者说主动联系你们这件事情，但是这种通常联系的几率或者说联系的内容都会是属于比较简短，比较不会有那种太多互动的这个可能性。那如果说真的有的话，那不妨你们就是可以稍微把握一下，或许两人之间就可以有机会蹦出一个新的火花，或者说延续原本之前的这个情缘。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洋洋哟。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恶魔牌的朋友，那首先在验证牌地方，我们先来看星座的部分。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的话，我们参考太阳跟月亮还有上升，那有可能对方呢，他是属于金牛座、摩羯座或者是处女座，还有双子座、双鱼座，还有天秤座、水瓶座。少部分的话，有可能对方他会是天蝎座，大概会有这几个星座会是比较多的话，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属于这些星座的。那再来就是他这个人的个性的话呢，他有点守旧派，或者是说他在对于一些观念上面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那这个人的话，他比较不容易被别人给改变，或者是他比较不容易去改变他自己的想法，就算可能别人对他讲说他这样做不好啊，或者是给予他一些好处，他一样呢就是不容易去做任何的改变跟调整。他这个人的话，就是在对说他自己所相信的事情，除非他碰到铁板很多次，要不然他还是不会去做任何的改变。那这样的话，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在某方面啦，他会有比较小气，或者是会比较吝啬，就是说在对花钱这部分的话，他会考虑的比较久，或者是他会想的比较多，比较不会去花钱在一些他觉得比较不适合的部分。他在对钱的话，他也没有到那么的大方，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就是他在对钱他比较不会那么的大方，会比较是着重在说他觉得除非这笔钱是他该花，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就直接花下去了。那这他有时候会有一种省小钱花大钱的习惯。那还有就是这个人他在工作上面的人际关系通常呢就是属于比较普通的，少部分就是属于比较不会交际的人，因为他在工作上会比较容易放不开，或是会比较容易在乎同事或是老板所对他的评价。但如果说当他在对待朋友或者说真的比较好的同事的时候，他就会像就是说他会比较愿意去放开，或者说他会比较能够去做到他自己，就跟别人能够去侃侃而谈。那这样的话，他有时候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想的那么多，他反而会是祸从口出，这个人会蛮容易会做到的这件事情，因为他身体做的跟他脑袋想的是完全不同步调的。就是我们虽然有提到说他是属于有可能是土象星座，但有可能他的上升或者是他的月亮是在其他的风象或者是水象星座的可能性。所以他有时候会蛮容易呢，会讲话会伤到别人，或者说比较不会转弯，或者是会比较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就会容易去伤到对方的心。那当他不讲话的时候，又会太过于沉默寡言，就是有种反而是那种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他在用字遣词上面也是属于比较笨拙的，比较不会安抚人心啊，或者是说比较不会去顾虑到别人的心情，就是他顾虑到他反而也会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很常会被他一些比较不会讲话的这个样子会气得半死这样。然后其实他这个人本身的其实他是自己还蛮喜欢交朋友，或者说他蛮喜欢那种欢乐的氛围跟快乐的气氛。那
他的情绪上面也蛮容易会有那种起起伏伏或者是大起大落的这个情况，就是当他可能比较郁闷，或者是说当他可能最近比较不爱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这人好像就是一条死鱼一样，就是他的脸上都板着一张脸，就是不会去改变任何的一些的脸部的表情。那如果说当他很快乐的时候，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很好相处啊，很好接触，或者是说他的回应都会比较丰富一点，所以有时候可以透过他回应的内容的文字，或者说说话的那种声音的调度，也可以去明确的知道说他可能最近的心情，或者说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精神的状态会是如何的。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以上验证牌的资讯是有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在你们可能断联的这段期间，其实洋洋会认为说，对方他会去找到他自己生活中的重心，其实他在想起你们的这个几率是属于偏小的，因为呢，对他来看，他其实这个人会有点固执，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没有太过于把你们放在心上。其实他现在呢，他会还蛮喜欢跟朋友互动，或者说可能会跟朋友出去，会跟朋友聊天。那他可能当他也会请他朋友介绍新的对象，或者是会跟他朋友谈论关于你们之间的坏话。其实对他来说，你们之前曾经相处的一切，虽然呢他是他曾经也是有真心的付出，或者是说他曾经也是有想要去经营好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但是或许呢，有可能对方他在之前跟你们之间相处的时候，他本来就没有放太多的感情在里面，就只是把你们当成所谓的好朋友，或者是说是值得聊得来的对象，或者是在相处互动上面是还不错的。那同时这个人他在对待爱情的话呢，洋洋会认为说他可能在当时本来就有其他的对象了，或者说可能有其他的人选，又或者说你们是真的没有符合到他的条件，没有对他来说就是没有感觉，所以因此呢，在你们这段关系就算已经断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联系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不会去想起太多关于你们之间的这个事情，他反而对他来讲的话，你们只是一个曾经的回忆。那但你们曾经所对他的好，他也是会蛮感激你们。但是呢，就是在你们可能吵架的人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心中蛮受伤，他就更加的决定要去离开你们的这段关系。但如果说你们就是这样子默默的断联的话，他会觉得还蛮可惜，因为他就会认为你们之间相处上面是还不错的，但是他也有发现到你对他的心思，你对他的心意，所以呢，他也会想要去让自己去抽离，或者是说让自己不要去在乎你们，就是他也不想要去利用你们对他的好感，你们对他的喜欢，因为他希望说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要在一起的话，就是必须要去互相有所平等的。那这个人的话，他在对待感情的部分，他本身是不喜欢利用别人，他反而会更加喜欢说他的另外一半可能可以跟他的朋友一起玩，或者说他比较喜欢属于那种团体的活动。所以呢，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属于同一个社团的，或者说有共同生活圈，例如说那种会一起出去踏青啊，或者说一群人会一起常常在一起玩桌游，类似像这样子那种团体的互动活动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反而会容易去想起你们曾经大家玩在一起那个快乐的时光。但如果说是单独两个人的话，是真的没有。那因为这个人他在失去了你之后，其实他的内心之中是有发生了一个还蛮大的转变。这个大的转变就是他会告诉他自己说，以后可能在对待其他人或者说对待朋友的话，会尽可能的去调整他自己的方式，不要再让别人产生任何的误会，或者是说不要再给予他已经拒绝人的好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会希望说感情里面就是要很清楚，那在朋友跟感情之间呢，虽然他还是有时候会想要把它混在一起，就是说他希望呢他的另外一半是在朋友圈里面找到的，或者是说大家可以玩在一起的话，可以互相认识，其实这个才是最好。这个互相认识是指说大家可以真的敞开心房玩在一起，而不只是说可以聊天这种简简单单的而已哦。他是属于比较喜欢那种团体互动的，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可能你们在
之前跟他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们之前认识的时候，是比较没有踏入到他的生活圈，或者是说比较没办法跟他朋友玩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也蛮容易的让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的持久，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让他去在乎你们。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剩下的讯息。那么接下来往下看，就是在你们目前现在是已经断联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在对方心里面他是有发现到说他对待你们是真的还蛮有好感，又或者是说他对你们是真的还蛮有感觉。那其实他也知道说他目前可能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会比较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去低头，或者是说来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说不知道该如何去开始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有一部分人就是可能他现在身边有其他的人，那如果说你们真的非常确定没有的话，那么会蛮恭喜你们，就是对方他有可能之后会想要主动的来找你们，但是目前以台面上来看的话，他反而会需要一点时间去理清一下他自己所对待你们的感觉，或者是说他应该要怎么做才有办法去和你们这段关系有一个互动的这个机会。其实对方他本来应该有很多次想要主动跟你们说话，或者是说想要主动传讯息给你们，但后面他可能又想到什么之后他又把它删掉，就是又没有想要去发讯息给你们的这样的状况。其实也会是因为呢，在你们这段关系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分离的这段期间，让他的心思可以比较沉淀了，或者说让他去认识新的人之后，他发现到说或许你们才是最适合他的人选。那这只是单纯在于说一个比较大多数人的讯息，那少部分人的讯息就是有可能对方他在失去了你，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没有联系了之后，那其实他还是有跟别人在一起，还是有去认识新的人。那可能在认识新的人，或者说跟别人在一起之后的那个过程之中，他发现到是不快乐的，或者说是觉得对方是没有符合到他要的，又或是说两人之间的相处上面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共鸣，或者是说在对于未来的一个生活的走向的话是没有一个共同的交集点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想要去放弃掉这一段的关系，或者说去放弃掉跟那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可能性跟机会。那这样子呢，就会导致于说让他发现到其他原本跟你相处的才是可能他所想要的。那这样有时候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他在对你的感觉，有时候是那种来得快，但是有时候也是去的还蛮快的。因为应该说他在对于说你们这个喜欢是还在一个慢慢的酝酿的过程之中，但是也容易会受到身边的事物的吸引，或者是说受到身边事物的一个干扰，慢慢的又会去把这段关系，或者说他在对于说你的感觉给抽离。所以这时候就会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团体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他身边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缺乏追求者，或者是说很多人就会喜欢想要跟他互动，或者说别人就也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适合交往在一起的对象。但是他这个人本身在对待于感情的有部分的人的话，他可能是属于比较随意的，就是可能他可以觉得这人也不错，我现在也单身，就可以交往在一起看看，两个人之间不一定可以擦出一个不一样的火花。但另外一部分人就是说，就是比较偏少数的，就是他这个人本身在对待感情会属于比较固执一点，会希望说除非两个之间是真心相爱，两个之间是一个真正的是有符合到彼此的一个条件，他才想要在一起。所以其实以牌面上来看的话，他会有分这两种。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他在对于你的喜欢是属于那种在意的，然后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是不是要做出付出，或者说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是还需要再有一个更多观察的情况。那这个人的话，当他在对待感情或者说面对于喜欢的人的时候，他会比较倾向于说是倾听他内在的声音，或者去跟着感觉走。他比较不会用理性，或者是说比较不会一定要对方做了什么他才会要跟对方在一起，就是当感觉到了，然后也刚好符合了
当下的时空背景，两人之间都是单身啊，或者说两人之间确实在以当下来看愿景是一样的，生活的方向三观都是相同的，那就可以。那如果说真的不适合了，就是马上就会结束掉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有时候这个人他也蛮容易会看走眼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对方失去了你之后才发现到，他失去了一个这么棒的你，是他太笨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说那在你们分开的这段期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们是属于一个共同团体生活圈，或者说你们还是有稍微有一点生活圈有交集的话，其实他都会透过别人的方式，或者是说会去打听你们现在到底过得好不好，或者说你们现在过得如何。其实对方有时候他会透过一种比较心机或者说比较技巧的方式，想要去知道你们目前的一个境况，但是他只是想要大概知道，他也并没有想要做出太多余的或者说其他多的想法。因为其实他这个人在目前对待于说你们这段关系，我们前面有提对待你的感觉，是前面有提到说他是喜欢你们的，他是在意你们的，可是因为他这个人又会太过于重视可能身边的人，他如果说被别人给需要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要去符合或者说去期待去符合那个人所对于说他的期待，或者是说想要去回馈给别人所对于他的期待。其实他这个人本身在个性上面是稍微有一点比较特别一点的，因为他太过于渴望被别人给需要，或者说太过于渴望呢可以去融入到一个团体一个生活之中。所以呢当关系之中是没有办法看他的价值观是能够相符的话，那么这时候他就会去选择跟着他的感觉走，那可能就会以大众或者说能够跟他朋友相处在一起比较多。那这他有时候想法上面真的会蛮容易会改来改去，或者是说并不会一直执着在同一个想法，就他的想法上面是跳脱的还蛮快的。所以呢他也不会让他自己的生活太过于沉闷，他会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更多多彩多姿，或者是会有更多他能够去做的，或者是他能够去经营的这个部分。那么再来就是如果说你们之间是属于远距离的话，那么有可能对方他之前呢会有点刻意的想要去你们所相识的城市，或者说去你的城市，他会希望说透过巧遇的方式，或许有机会可以看到你，或者说有机会呢可以遇得到你们。那这个人的话，他其实在以目前来看，洋洋会认为说他在随着他的生活圈越来越脱离了你，或者说我们俩之间越来越没有交集，或者说没有联系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他在对于说偷偷观察你这件事情的一个几率是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少，慢慢的已经没有。现在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会是在他个人自己的生活之中，或者是说他如何让他自己变得更好。那虽然刚刚前面我们是有提到说可能会有透过朋友的方式去打听，然后或者是说想要知道关于你的状况，那还有就是他有时候也会去浏览到你的社群，或者说去看你的贴文，或者说会去看跟你们之间是有相关的朋友，然后看能不能看到关于你的一些的照片，或者说看到关于你的事情。其实他只是单纯好奇，他也没有想要做什么，或者说也没有想要去特别知道什么样的资讯，只是因为他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那种好奇心上的一个驱使，想要知道单纯知道你现在过得如何，过得好不好而已，所以才会那种暗中默默的观察你。但是他在观察你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他又没有太多其他的心思，或者说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所以这可能在对待于你们来说会是一个让人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开心的这样的局面，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或许会建议你们说可以去重新思考，究竟这个人他来到你们生命之中，是不是你们真的非常爱他，非他不可。那你们如果说一定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们能不能去改变你们生活的模式，或者说能不能去改变你们在对待于爱情另外一半的这样的方式。如果说可以的话，或许你们可以再冲一波。但如果说你们真的发现到我就是没有办法说整天跟好朋友在一起，或者说整天都出去玩，或者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摊在阳光底下让大家去做检视，你们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那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
选择去放弃，或者是说重新去思考一下，是不是跟这个人之间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再跟洋洋做联络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